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3月12日啊。今日講下 DNA 研究啊。呢個 DNA 研究咧，唔單止係一個學問上面嘅討論啊，喺呢幾年咧引起咗國際衝突添，真係厲害啊嘛！DNA 研究竟然引起咗國際衝突喎，原因咧就係因為土耳其人咧就係以突厥民族為自豪嘅。土耳其係而家世上咧最大嘅突厥語系國家嚇，咁啊佢哋嘅總統啊都係經常咧開口埋口就突厥民族自豪感啊！但係結果咧就係 DNA 研究打臉，發現原來佢大部分人都唔係突厥裔嘅後代嚟嘅。呢個研究就極之有趣啦，咁啊引起咗國際糾紛添。因為咧發現佢哋嘅祖先咧嚟自南歐、東歐呢啲地方嘅，意大利呢個希臘尤其是主要係嚟自希臘嘅佢哋嘅父系祖先咁所以呢個研究咧有好大嘅震撼。咁一陣間可以詳細講啊。近年嘅 DNA 研究咧之所以係咁矚目咧，佢改寫咗我哋嘅歷史。譬如話我哋透過 DNA 研究知道啦，商代即係佢今日3000幾年前嘅時代，中國嘅對手鬼方咧，原來係以白人為主嘅，係印歐語系嘅鬼方係以白人為主，仲混雜一啲黑人，呢啲黑人咧係南亞裔嘅黑人又譬如話我哋 DNA 研究知道啦，喺呢個嘅佛陀嘅時代，印度人主要原來都係白種人嚟嘅，係亞利安民族而當時咧啲亞利安民族咧，即係鬼方佢哋都混雜咗喺度。DNA 研究咧揾咗好多匈奴人嘅古墓出嚟，史記司馬遷就話咧，匈奴咧係大夏朝嘅後裔，夏禹嘅後代。咁但係咧，而家我哋見到嘅匈奴墓穴咧，佢裏邊有好混雜嘅，因為匈奴咧佢就係周圍征服完之後，你加入去你就成為匈奴嘅一族啦。咁所以佢有白種人啦，又有黃種人啦，有唔同嘅民族嘅。但係嗰啲匈奴嘅貴族咧，你見到有唔少相當高嘅比例係白種人嚟嘅。咁所以如果話夏禹嘅後代係匈奴，除非夏禹係白種人啦，否則嘅話呢種講法咧就難以成立。當然我哋而家仲未有任何考古證據，冇一條屍骨係揾到夏朝嘅屍骨嘅，冇，咁所以我哋唔知道夏朝係咪白種人定係黃種人而家話二里頭嗰啲到底佢哋係咪真係夏都咧？呢樣嘢咧仲係有疑問噶嘛 question mark 嘅。無論如何咧，今日就要講突厥呢個語系啦因為咧突厥，首先我哋要了解突厥語系同突厥血緣咧係兩樣嘢嚟嘅。而家全世界咧講緊突厥語嘅民族咧好多，大概咧有1億7900萬人咧係講緊突厥語嘅而呢個突厥語咧最主要嘅地方咧，當然啦就喺呢個巴爾幹半島啦、土耳其啦、俄羅斯、中國嗰啲地方啦中國新疆啦以及咧新疆北部嘅地方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呢啲地方咧就係講突厥語嘅烏茲別克新疆等等伊朗、蒙古都有唔少人係講突厥語，俄羅斯咁等等。咁所以咧從突厥語嘅角度咧，你見到啦，哇，即係有億幾人係講突厥語，呢個係相當龐大嘅一個突厥語系，一個語言體系。咁但係問題，我哋對突厥呢個民族嘅理解咧，往往就係從中國嘅史書去睇，因為咧突厥咧係中國主要嘅對手，喺隋唐時期主要對手，曾經雄霸過西域啦，係70幾年嘅，直至到呢個唐太宗後來武則天喺呢個嘅西域咧都護府上邊咧耀武揚威，呢個突厥咧先至咧淡出咗中土嘅歷史。而東突厥咧，突厥分裂咗東突厥同西突厥，東突厥咧就內附歸順咗中原，歸順咗呢個中原王朝唐代。咁所以呢個突厥嘅歷史就係咁樣係構成。我哋咧而家睇史書咧，呢個沙碗法國嘅一個東方學研究者沙碗，咁咧佢喺早年咧就有呢本書啦，呢本書咧就係由中國學者馮成軍咧翻譯嘅，叫《西突厥史料》。基本上我哋而家理解突厥史料咧，都係從中國嘅典籍，再加一啲嘅東亞啦嘅文獻，以及咧呢個嘅歐洲土耳其佢哋嘅歷史文獻咧係勾畫出嚟嘅。咁甚至乎呢個書咧有晒世系表嘅有晒世系表，知道咧呢個西突厥咧係點樣發展。咁我即係大概簡化同大家講個發展係點嚟呢個世系。咁咧就係因為唐代打贏咗呢個突厥，
咁啊，你睇好多電影啊，花木蘭啊，佢哋嘅對手都係突厥人嚟噶嘛。總之咧就唐代咧就打贏咗突厥，咁啊突厥啊分裂咗，有一啲咧就投降咗俾大唐，但係咧亦都有好大嘅部分咧就係離開咗呢個嘅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地方，咁啊去咗呢個嘅西亞。因為咧中亞咧就成為咗大唐勢力範圍啊嘛，所謂西域都護府啊嘛，所以咧佢哋喺呢個嘅中亞咧就生存唔到，佢哋就要去西亞咯。西亞就今天嘅呢個嘅阿拉伯半島一帶嘅地方，波斯灣呢啲嘅地方度生活。咁但係問題，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已經有一個新興勢力出嚟噶嘛，就係大食國。呢個大食國咧，即係呢個嘅阿拉伯帝國。阿拉伯帝國喺嗰個時候就崛興咗。咁但係阿拉伯帝國咧，就係內部有好大嘅撕裂喎，就由於穆罕默德嘅繼承者到底係佢直系嘅親屬嘅後代啊，佢個女佢啲女婿啊，還是係其他人咧繼承咧？咁呢個喺內部咧就有長期嘅撕裂，演變成為今天係兩大宗派啊嘛，呢個遜尼派同埋什葉派啊嘛，所以喺嗰一刻咧呢個嘅阿拉伯帝國咧就見到有一啲人就走咗嚟，然後咧就投降咗俾呢個嘅伊斯蘭教喎，甚至乎歸依咗伊斯蘭教嗰啲就係突厥人啦。突厥人咧亦都借伊斯蘭教嘅實力咧，希望捲土重來，翻去中亞度咧係稱霸中亞嚇。咁結果突厥咧就係有咁嘅特色，而你發現到咧突厥裔嘅伊斯蘭教徒穆斯林咧，佢哋係飲酒嘅，因為佢哋本身係蒙古嘅草原度生活啊嘛，飲馬奶酒啊嘛，所以即使咧係信咗伊斯蘭教，阿拉伯嘅伊斯蘭教徒咧，佢哋係唔飲酒嘅，因為喺猶太教個聖經裏邊咧就講到明咧飲酒係有問題噶，所以佢哋嗰個對經典嘅理解咧，其實就係嚟自阿伯拉罕諸教啊嘛，所以佢哋都係有咁嘅繼承，係唔飲酒。咁但係突厥裔嗰啲人咧，佢哋唔係真係信嘅，佢哋係借佢嘅軍事實力去反殺翻去中亞啫嘛，所以佢哋係堅持咗飲酒嘅。而中亞咧喺唐代中葉以前，基本上都係以白人為主嘅，所以西域都護府裏邊嘅國家，我哋好多好熟悉嘅國家，佢哋都係以白人為主嘅。咁而呢啲白人咧，就係喺突厥裔殺咗入嚟之後咧，就慢慢經過200-300年嘅時間，就徹底咧就變成咗黃種人化啦。所以去到呢個嘅宋朝啊、元朝嘅時期，成吉思汗西征所遇到嘅中亞國家，基本上都係黃種人，因為用咗幾百年嘅歷史，佢哋係不斷透過通婚，原本係白種人，但白種人就戰死然後咧女嘅咧就被逼要嫁俾呢個嘅突厥裔嘅人或者唔係用結婚添啊，甚至乎強暴所生出嚟嗰啲咧，就漸漸係黃種人嚟，男嘅咧可能就成為奴隸或者被殺死。所以咧中亞咧就好快咧騰籠換鳥，就變成咗黃種人嘅世界。同樣道理，傳統嘅史書根據沙碗呢啲講法咧，土耳其後來就所謂鄂圖曼帝國啊嘛 ，Ottoman Empire， 咁咧就係建立，亦都係咧突厥人喺阿拉伯半島裏邊活動，然後咧就透過咧西征就征服咗咧呢個嘅巴爾幹半島一帶嘅地方，就建立咗一個龐大嘅王朝。呢個龐大王朝就叫鄂圖曼帝國，去到近代咧都係好犀利嘅，直至到喺上個世紀先至有所謂嘅希土戰爭，就俾呢個嘅列強俾希臘即係不斷咁去侵略，咁而呢個嘅土耳其咧先至土崩瓦解成為現代嘅土耳其，鄂圖曼帝國成為現代土耳其，所以巴勒斯坦都係呢個嘅鄂圖曼帝國嘅領土嚟噶，就係因為咧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以色列人先有機會復國啊嘛，個歷史就係咁樣嘅。咁傳統嘅歷史書咧就話俾我哋知，突厥人所到之處咧係即係片甲不留嘅，男嘅就盡殺，女嘅咧就強暴咁但係咧我哋一直以為，或者突厥裔嘅人都以為咧，喂，咁頭先所講嗰啲國家應該都係突厥裔嘅後代啦，係嘛？佢哋都係講突厥語啦。咁但係點解會講突厥語咧？就因為突厥人建立咗政權啊嘛，將突厥語變為國語。所以咧佢哋係講突厥語嘅，佢哋都唔係講呢個阿拉伯語。當然佢哋都會識阿拉伯語啦，佢哋係伊斯蘭教徒。咁但係咧佢哋嘅國語咧就係突厥語而當然後來就產生咗好多唔同嘅分支出嚟土耳其有土耳其嘅語土庫曼有土庫曼嘅語言但係呢個都係屬於突厥語系。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突厥就理論上咧就變成咗突厥語系，而傳統嘅史書包括沙碗佢哋所講就係片甲不留啊嘛，
所以咧佢哋嘅子孫咧應該都係咧突厥血統嘅。但係呢幾年咧有新嘅 DNA 研究啦，咁啊2021年咧土耳其官方咧就公布咗大規模嘅新嘅土耳其血統嘅研究啊，咁啊而家咧呢個 Green 嘅就同佢哋係世仇嚟噶嘛，打過2次稀土戰爭噶嘛，就咧不斷咁宣揚緊，喂土耳其人，你尊重事實啦，你哋其實係呢個嘅歐洲人嘅後代嚟噶，尤其是係呢個嘅希臘人嘅後代啊，意大利人嘅後代啊，其實整個鄂圖曼帝國咧就係少數嘅突厥人嚟咗，而當時咧就征服咗。咁啊，當地嘅土著呢個嘅歐洲人啦、東歐人啦，就投降咗俾突厥嘅民族，加入咗成為突厥嘅士兵，成為咗突厥嘅建制，就唔係好似傳統史書所講片甲不留，大部分係加入咗佢哋度。咁啊，所以咧變成咗咧佢哋都講突厥語，就因為佢哋講突厥語，而透過大量嘅通婚、大量嘅混血混種。變成咗今天嘅土耳其人嘅祖先所以咧土耳其人嘅祖先咧嘅父系咧基本上咧都係以歐洲人為主嘅，而突厥裔嘅基因咧，正式突厥裔嘅基因咧，大概而家所檢測出嚟唔夠15%，呢個震撼嘅研究啦，令到咧好多土耳其人咧以突厥民族自豪感嘅土耳其人咧係崩壞咗。當然啦，佢話佢就質疑呢個樣本好少，即係得3362人啫，會唔會係嗰啲樣本出錯啊嘅問題？咁啊好多喺海外嘅土耳其人咧就不斷自己做基因測試。嗱，由於咧呢個嘅伊斯蘭教佢哋係世代傳教噶嘛即係父親係呢個嘅伊斯蘭教徒。咁啦，個仔就要係伊斯蘭教徒咯，自幼就係幫個仔咧係安排咗信仰嘅，而咧父親咧佢可以娶異教徒，但係咧佢娶異教徒嘅時期咧，如果嗰個母親唔歸依伊斯蘭教咧，喺稅務上或者係各方面嘅法律上就會受到有一個次等嘅地位。咁所以一般嚟講咧，父母都會加入伊斯蘭教嘅，而咧伊斯蘭教嘅女性咧就根據伊斯蘭教律法就唔能夠嫁非伊斯蘭教徒嘅。咁所以咧，好多喺海外嘅土耳其人咧，就世代信咗呢個嘅伊斯蘭教。而家咧就係自己檢測，喂，發現原來自己根本唔係突厥裔嘅，甚至乎係歐洲裔嘅。所以有一啲人咧就借此咧，你睇好多新聞，數以百條呢啲嘅新聞，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就改信咗基督教，或者改信咗其他宗教，甚至乎唔信教，就乘機咧就擺脫咗呢個佢哋家族嘅宗教信仰啊。所以點解土耳其政府對呢一個研究咁嬲，多次譴責佢，話呢個研究唔科學，而呢個嘅希臘咧就不斷咧重複翻呢啲嘅研究，就話你哋尊重事實啦，其實你係我哋嘅後代嚟噶所以唔好再鬥爭啦，因為希土之間兩國咧嗰個撕裂嗰一種仇恨係好犀利嘅，就好似英國法國咁好似中國日本咁樣噶嘛。咁但係咧，法國原來係同宗同源嘅，大家都係俾突厥人咧係侵略，然後強迫加入咗佢哋嘅民族，然後成為咗後代嚟嘅啫。其實你嘅祖宗就係我哋巴爾幹半島嘅原住民嚟噶，就係呢個希臘人嚟嘅，或者係東歐人嚟嘅，或者係意大利人嚟嘅。哇！咁呢個科學上咧係震撼咗土耳其呢種突厥民族自豪感咁所以呢個令到人哋非常之震驚嘅一個研究咁所以咧好多嘅教科書咧基本上要重新改寫啦。而家咧呢啲教科書嘅重新改寫，當然啦就往往涉及到政治嘛因為基因嘅歷史會影響到佢哋嘅身份認同佢哋就係強調喂突厥，佢哋係西突厥嘛，所以咧有啲咧就話呢個新疆係屬於東突厥。所以佢哋稱新疆為東突厥，佢哋係西突厥，甚至乎一啲激進主義者咧就話要建立一個龐大嘅突厥帝國，就連結呢個西突厥同東突厥。所以呢個東突厥斯坦嘅自治運動或者獨立運動嘛新疆史就係即係新疆獨立史即係中文大學有一本書專門係研究呢樣嘢而家再出版就困難嘅，早年出版嘅佢係咁所以咧，喂呢個係令到嗰啲所謂嘅疆獨嘅人咧會崩壞喎。因為發現原來新疆嗰啲突厥語系嗰啲人咧，同呢個西突厥嗰啲人咧，根本都唔係同一個 DNA 嚟嘅。當然佢哋可以改嘅，就話我哋
唔係講血統，我哋講文化自豪，係講呢個突厥語系嘅文化自豪。咁啊，順帶一講啦，就係呢個咧戰爭遊戰史啊，因為突厥係遊戰，一邊遊走一邊戰鬥，佢哋咧係冇帶女人去戰鬥噶嘛，所以咧你睇到咧母系 DNA 咧同父系 DNA 嘅比例係唔對等嘅，父系 DNA 咧有約15%咧係嚟自父系嘅。但母系咧基本上係極少，係微不足道，得個位數字咧係嚟自突厥裔嘅嚇，咁即係亦都睇到咧，其實就係嗰啲嘅突厥祖先入到去當地咧，係娶當地嘅女人，強暴當地嘅女人，生出嚟先有而家15%，因為佢打仗嘅時期本身可能只係得幾個 percent 就可以戰勝到人哋整個帝國嘅，突厥人嘅戰鬥能力係非常之強嘅嚇，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可怕之處嘅地方啦，咁但係咧，亦都係證明咗喺當地嘅男人其實係冇乜點反抗喎。如果有反抗嘅話，就唔會説明到有成7成8成嘅人口係嚟自歐洲嘅祖先嚟喎，就係證明咗咧佢係以極少數去征服咗多數，而多數人咧亦 cannot beat them，join them。所以啲希臘人啊、巴爾幹半島嗰啲民族啊、波斯尼亞人啊、佢哋咧就呢個嘅加入晒佢哋度，就所以説明到，如果佢哋能夠齊心一致，根本上咧突厥人即使馬上得天下，都不能夠馬上治天下。以馬上治天下，都馬上失天下，正係因為佢哋一盤散沙。歐洲人咧就係一盤散沙，呢個近東人就一盤散沙，結果咧就俾鄂圖曼帝國咧管治咗數百年之久，而影響至今。成為咗呢個嘅土耳其一個龐大嘅軍事政治勢力喺近台咧，亦都係即係舉足輕重嘅呢個課題，好有趣係咪？咁啊，希望借今日嘅分享研究咧，就話俾大家知。如果大家對呢個基因研究咧有咩題目有興趣咧，你可以不妨下面留言話俾我知，我就可以再做一啲嘅資料搜集去説明大家。咁因為嗰啲父系基因啊、Y 染色體啊、嗰啲咩 O2 啊、O1 啊、等等嗰啲太複雜，所以咧我就即係吸收咗以往嘅經驗，我就盡量咧簡化。有興趣可以睇我參考資料、Patreon 等等，就有相關嘅文字版可以話俾大家知。今日講到呢度，拜拜。收費平台 Patreon 15蚊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我以往嘅內容噶啦，仲可以睇到獨家嘅課堂，以及可以睇到我嘅文字摘要、資料、參考資料等等，拜拜。